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迷思英国。今天这期呢，继续我的英国买房系列。前些天呢，我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呢是我现在买的这个房子下的 offer， 它的这个卖家寄给我的。打开以后发现呢，这个信上的内容既欣喜又欣慰，这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关于这封信背后的故事。我的英国买房系列前2期的节目呢，介绍了在这边买房7部曲当中的第1步，你要提前半年开启的准备工作，和第2步，结合英国房市的特点，在找房和看房的时候呢，你需要额外关心的问题。如果你感兴趣，在英国卖家不同的 asking price 到底透露出了什么信息，在英国买房的时候，讨价还价的空间有多大，以及我个人经历的从出 offer 到 offer 最终被接受的这个过程的分享，一定要将本期内容看下去。在英国，出价通常是跟房地产经纪人进行的，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上也提到过，在英国这边买房的话，通常中介的费用呢，最后是由卖方负担的，而买方仅需要承担自己购买这个房屋所需要的费用。那出价呢，是一个心理战。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asking price， 了解一下在英国、澳洲等房市上那些花样百出的放盘标签，一次性理清一下。首先最常见的呢是 Guide Price、Offers in Regions of 以及 Offers Around， 这3者呢都可以理解成是给买方的参考价和指导价格。另外呢就是 Fixed Price 定价出售，这个背后的含义呢，通常大家会被理解成卖家通常只接受一定程度内的砍价。还有呢就是 Offers Over 以及Offer in excess of， 这种呢是要求买家的出价呢要高于该价格。我一直觉得这是一种匪夷所思的放盘价的标签。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卖家的话，你会不会一上来就说让我告诉你我的底线是多少？而如果你是一个买家的话，你也不会一上来就说，这个房子卖50万，那好，我出51万。除非是那种 auction， 也就是用来真正拍卖的房子。还有一种不太常见的呢，叫做 price on application， 这种标签啊，通常都是用于在豪宅的这个销售当中。通常卖方呢希望了解关于买家的背景，以及和这个房子更多的市场行情之后呢，再进一步的确定它的卖价。听完这么多的标签，你是更晕了还是更清醒了？其实以我这段时间打听到的哈，你完全不用管，因为这些仅是参考。到底要出价多少，还是基于你对这个房子的理性评估，以及参考周边的售价和你自己的心理预算。补充一句啊，的确会有房子它最终的售价呢是要高于原本的要价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参考一下大部分人成交出来之后的大数据。根据 Zoopla 2019年的数据显示呢，全英国的房屋它的平均成交价是首次要价的 96.1%， 超过80%的房子最终的成交价是要低于它原本的要价。而在17个主要城市当中呢，以平均数据来看，最终它的卖价都是低于要价。在伦敦，卖价和要价之间的差距呢是 5.8%， 华人喜欢定居的利物浦呢是 4.6%， 曼城是 2.1%， 谢菲尔德呢是 2.2%。朋友们可以从这张图上去看一下自己意向买房的城市，作为一个数据参考。在主要的城市表现上呢，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是唯一2个最终的成交价要高于原本要价的城市，而这个呢也是基于苏格兰本身房地产市场的一些特殊规则，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聊。看到这个数据，大家心里面是不是稍微能够宽慰一点了？可以砍价了，但是出价呢也不能过低。Do I hear higher than 25 cents? This paper bag, which could be full of money or my socks. You take the chance. 我有看到有人分享哈，因为这个砍价太凶狠，所以出的 offer 屡次被拒。原因是因为卖家跟中介觉得你不是真心要来买这个房子，所以干脆就替你出局，省去彼此的功夫。大部分的建议呢，给到的这个砍价范围呢，是它原本要价的 5% 到 10%， 当然没有一个万能的砍价折扣或者是策略，一切还是要取决于你生活的地区、城市以及这个房子具体的状况。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吧。我们这次走的路线呢，是诚意中带有爽快，一个呢也是因为确实看中了房子，还一个呢就是因为考虑到时间成本，不想沉溺游戏。但是在出 offer 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些多此一举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在出 offer 的前一天晚上联系了中介，决定再次去看了一下这个房子。这一次呢，我们认真观察和咨询了关于这个房子当中我们比较重视的每一个细节，确认了一下像每一个房间它的开窗和关窗之间的这个噪音的差别，观察附近的邻居他的生活状态，安静吗？有没有闲杂人等，又和女主人呢认真的聊了一下天，确认了能源消耗等各方面的细节，夸奖他把这个房子呢保管得非常好，很温馨，然后假装无意的问了一下他的另外一半叫什么名字。
告别之后呢，我们回到了车上，把在家里提前写好的一封感谢信在上面补上了他的伴侣的名字。 Dearest Augustine, I do hope this latest damp has not aggravated your gray lung.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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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p. 我们在这封信里面呢，真诚的感谢他多次友善的接待，我们喜欢这个房子上面布置上的品味，以及我们能够想象，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买到这个房子，我们在这里未来的生活。因为通过之前的聊天，我们也知道他们要买新的房子，所以我们也预祝他下一个家同样的温馨和美好。最主要是告诉他，我们已经在首付和贷款上做好了准备，并且会联系中介下 offer， 然后我们就将这封深情款款的信鬼鬼祟祟的塞进了他家的信箱。这中间呢，我们就一直在通过中介推进这件事情，一直到上个星期，我们呢收到了他们的回信。那这封信上呢，也是一顿这个柔情蜜的英式互夸，然后也不忘隐晦的提醒我们，那个啥，我们着急搬新家啊，你们那个动作快一点。写一张温馨的卡片，也是我偷师很多本地人之前分享的经验。为什么我觉得这招可用呢？之前我分享过，我看过一个房子，它是装修的团队快速倒手再卖的。但我觉得除了这种特殊情况对于大部分的卖家来言，他卖的不单纯只是一个房子，而是一个家。所以在和主人沟通的时候呢，表达我们的喜爱，建立好感，我觉得是将我们的共情连接在这样的一个交易上。因为无论有没有竞争，这个房子卖不卖给你，主动权呢是在房东的手上。如果你势在必得，那么赢得好感，让房主觉得你会善待他曾经的家，以及让他知道你万事俱备，太重要了。中介跟房东呢，当然都希望这个房子卖高一点，但是谁的条件呢看起来最稳，最能顺利成交，再加上感情分的作用，那谁胜算的可能性呢就最大。说回这个稳，因为房东本身呢是有风险考量的，在英国一个房子如果挂出去几个月了还没有被卖出去的话，买家们难免会想这个房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而他之前如果有 offer 被接受，甚至已经推进到了合同的阶段，但是因为买家的原因，比方说贷款呢或之类的没有成交，对这个房子的再次出售依然是不利的。在市场上呢，新鲜呢总是好的，虽然比喻有些庸俗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也会看到在找房的 Rightmove 跟 Zoopla 这两个平台上的选项上，你会有最近7天或者是最近14天上架这个选项。说回钱的事儿我们这次呢对目前买的房子出了2次价，一次呢我们砍了5个百分点，第二次呢我们砍了3个百分点。然后在第二次出价之后呢，差不多隔了1天，我们就接到了中介的电话，跟我们说 The house is yours。哇！当时我们听了以后好开心。我当时就觉得离搬进去不远了，我甚至已经开始在着手研究我到底要买一些什么家具放在什么位置。后来才知道，我不是离搬进去远着，我离拿钥匙也远，我甚至离成交这2个字都隔着好几座山呢。年轻不懂事，阻隔着我们与新家之间的呢，就是不可预测的第4步贷款申请，以及紧随其后的房屋调查和漫长的合约签署，以及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提到的 chain 在这个购房链条上面 ABCD 的各方。我们具体经历了什么？回头聊。好了，感谢朋友们听我聊在英国找房、看房以及出 offer 的经验分享，希望他们对你有用。如果你有疑惑、好的经验或者是有趣的故事，咱们评论区见哦。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的话呢，一定要点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更多有趣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Miss英国，我们下期见，拜拜。